很多的人越走越远，至少有你在身边。我推开窗去望一望，是否再发现你的模样。谁想孤单，谁在平凡，明天的祝愿会不会再留下遗憾。我是从南门啊推着那么大个箱子推到北门，他告诉我在7号楼住，我说完蛋，提着3个东西，然后拿着一个伞，还湿了一半身，然后站在门口。当时人山人海，就是整个一八届都在这儿。怎么可能一个外人会讲的中文讲的这么好？那一天的形象好像不算特别的好，感觉当时还是很稚嫩的，然后也互相都很客气。我当时推箱子的时候觉得学校特大，后来慢慢走下学校也不是很大。大街上就是你一天可能会看见一个人很多次。从南门北门一般走个15分钟顶天了，那都是腿比较短的人了。门口展板上那个合影，当天发一条朋友圈。那时候对开学、对大学生活是非常的向往和期待。潜意识里觉得大学开始的是第一天。我是从社团考核的那一天开始，跳了我的大学的第一支舞。从来没有过几乎一整个月一直练到很晚那种，每一遍都要录像，每一帧都要听。第一次上舞台，我的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想法，千万不能忘动作。除了疯狂的舞台，专业课的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很苦，像民工大一的时候，我最开始以为就是只要把那个假名给背会了就可以，然后后来发现还要背汉字，然后还要把汉字跟假名结合在一起背，我觉得这是人可以做到的吗？8:05可能下了晚课之后，别的专业的同学可能都是从教室楼然后往宿舍走，然后我们总是逆着人流继续往人文楼走去上晚自习。我是一个比较马虎的人吧，上到最后是要去对它的那个收支是不是平衡，我很努力，但是我平不了。没有课的时候都是在楼道里面，那个过程是十分枯燥的，你练个1-2个月你是见不到成效的，所以当时我是特别崩溃的。每周都会有那种练习，就是如何发大舌音，你过了才能练下一周的。我就一直是在第1周，终于能嘚儿出来了，我就一直在我们宿舍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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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们旁边宿舍就说我扰民，都说刚才说人的嘚儿是你吧？嘚儿一下午还不想听啊，我50都睡不了，还嘚儿呢。专业课虽然崩溃，但还好室友能拉我一把。我们宿舍有一个妈妈担当，就是蔡文，然后我们平时开玩笑叫她蔡妈这样子的，就蔡妈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对不对？那叫小可爱们起床了，给你们带早饭了，就这种。我找不着我的袜子，他会帮我掏出来说：“张一，你的袜子在这个箱子。”我都不知道，但是他知道我的袜子在哪。4年，这是从一开始的。我是不是发的语气太强硬了？我要不要加个表情包？要不要加个波浪线？后来大家变熟了，我发现一定会有回应的。我们在专业知识里汲取养分，在社团活动中锻炼能力，但也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入社会，扛起青年人的担当，成为靠谱的00后。国庆的时候义无反顾吧，因为毕竟不是谁的大学生活都能够遇上这样一个盛典。我当时的代号是98-1，也就是36方阵第98排的第1个。我还是中队旗手和小队队长呢。我们北2外排在了整个广场的第1排，我站在整个合唱团的第1排，无上荣光，这事儿可以吹一辈子。我们花车上是中国女排，你知道吗？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的民族自豪感一上来，就真的是血脉喷张，然后为之动容那种感觉。就当那个小孩唱起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祖国的时候，我那个眼泪就哗哗的流，第一首哭到最后一首，真的，哎呦，就很难形容这种五味陈杂的感觉。
3月8号晚上接到通知，然后报名第2天到新国展那边翻译，穿上防护服，然后戴上那个护目镜之后，就感觉整个人在蒸笼里面。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，又要提到那个英国男士，我跟他说了一句话，我一定保你在2个小时之内能出新国展。他说哇，真的吗？你太好了，说全世界的星星都会今天晚上为你闪耀。会把这个建党100年发下来一些纪念物就放在桌子上，代表曾经站在过这个地方，永远不会忘记这里。开始的时候，很多同学都找不到音准和节拍，但是最后男低所有的同学都通过了考核，留在了自己的点位上。在你的身上，我们也看到了未来可期，看到了学校的未来，看到了国家的未来，看到了民族的未来。毋庸置疑的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最难忘的事情。那时候我们也一直说一句话，就是那个百人团永远不说再见。你们见证了太多的中国奇迹，亲历了太多的主场国际活动，我非常羡慕。在大4做冬奥的志愿者，可能是我大学生涯中数1数2难忘的事情。我是从1月19号到2月20号，国家代表团助理，就是直接跟外国人交流接触，负责他们赛时的所有日常生活和比赛事务，就像一个大管家一样。即便我们就是戴着口罩，戴着防护面具，只有眼睛，但是外国的客人直接是能感觉到的。确实让我成长了很多，也让我去播撒了很多有意义的东西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，457万考生。疫情影响，高校毕业生就业仍然面临着挑战。跟爸妈打电话，然后说着说着，感觉就已经在哭了，就是可能就是觉得今年太难了，就是考不上。我其实定的这个目标相对来说是有一点高的。他就突然告诉我，一个报北大，一个报清华，2个我觉得对他可能之前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啊，可能真的就没有几个人支持。我的能力和我的努力，我觉得我不比任何一个人差。不像是大部分人说的这种研究生一定要比本科生好找工作，就直接面临到毕业这堵墙挡在你的面前，你必须要冲过去。纵使前路云雾缭绕，也总有一些不为了什么的陪伴与鼓励，支撑着我们以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跃入人海，各奔东西。线上的复试考试，然后是在学校的这个会议室里边，跟那个产房一样，我在里边。他在外面那个守着我，他考试的时候我也在外面，我守着他，因为我害怕别人敲他的门。共建了一个共享词库，有时候我们都会同一个时间进入到那个文档里面，在那个文档里都输了个嗨，对，然后我就多了一个战友。以刘思雨和党春年为首，他们拉着我去图书馆去读书，终于摸到学习的窍门了。那个时候会觉得，这些走在路上的人，这些拿着书的人，其实都和我一样，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。出成绩那一下确实被人震到了。那天下午刚洗完澡，拎着筐子，一个邮件，这个手都是抖的，你点那个链接，然后我一看，哇，这不是我吗？我是第1名，那说有点凡尔赛的。我收到了伦敦大学学院、伦敦国王学院、爱丁堡大学、东京大学。我大1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没有想过会最后去日本，尤其是最后还是会去东大这样。合理的调整一下自己的预期，找到一个就你现在而言相对比较满意的工作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实现的。这样一种拼搏的感觉，在我这20多年的人生中也是比较少有的。谢谢你们，偷偷告诉你，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，你们已经被我写进了论文里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致谢的存在更像是一个自己给自己的告别。我很难在以后的非常明确的一段时间区间特定的去做感谢。行文致谢部分，思来想去想感谢每一个人。爹妈，这肯定的，一直在包容我。我的老师真的劳模，他是劳模。2外绝对是给你足够的温暖，跟家一样的感觉就。我特别想谢谢我自己，谢谢我舍友，这4年这个没把我打死，你知道吗？很感谢我的朋友跟老师们拉了我一把，真的是拉了我一把。
还有那些学弟学妹们，他们一直叫我妈妈这种的。我很感恩在最开始就遇见了一群最好的人。我觉得是这些善意、这些温暖造就了我。凭着单打独斗，我走不到今天。I really get to understand about the saying that how time flies. 回得去吗？有可能回不去了。每个人最后都要离开阿卡迪亚。也愿我们安然立于阳光之下，灿烂生花。人生经历万重，不必等候炬火。我们相互再见。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，飞驰中旋转，已不见了那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，身旁那么多人，可世界不声不响，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，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。暖光中醒来，好多话要讲，世界那么多人，可是他不声不响。这世界有那么个人，活在我飞扬的青春，在泪水里浸湿过的皱纹，常让我想啊想出神。